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聊的是这几天新加坡国会里发生的一件大事，新一届国会的施政方针辩论刚刚落幕。每一届新国会的第一次辩论都是观察朝野互动，理解未来5年政治走向的最佳窗口。5天的辩论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和反对的工人党都表达了对未来政策的看法，但有趣的是，这次的气氛和5年前很不一样。5年前的辩论可以说火药味十足，朝野议员几乎每天短兵相接，言辞激烈。这一次呢，你会发现气氛温和了很多，甚至出现了一些罕见的合作信号。比如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这次没有在国会直接交锋，而是低调记笔记，最后只在社交媒体发了一张工人党议员的合影，配上为国效劳5个字。而在辩论尾声，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和行动党助理秘书长陈振声分别发表了非常建设性的讲话，让不少观察员觉得，是不是新加坡朝野要从对抗走向合作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这个现象。首先对比一下这次国会和5年前的差别有多大。2019年那一次的施政辩论几乎天天有激烈交锋，朝野在最低工资、外来劳工、医疗政策上吵得不可开交，对抗氛围浓烈，媒体标题也是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而这一次呢，工人党议员虽然仍然提出不同意见，比如刘宇扬再度提起冗员保险的建议，毕丹星也重申要强化社会保障网，但整体风格克制得多。执政党这边，黄循才总理和新议员罗守恩回应时，也只是点到为止地表示政府的新求职援助计划比失业保险更好，没有把争论升级成辩论战场。这种风格的变化释放了一个信号，朝野双方可能不再追求赢辩论，而是更关注讲观点。毕丹星选择用社交媒体而不是国会辩论台来强化工人党的形象和立场，也说明他们可能想把监督做得更稳健，而不是让对抗成为焦点。最耐人寻味的是辩论尾声的几段发言。李瑞莲在国会里说，我们是竞争者，但不是敌人。选民把我们送进国会是为了确保新加坡长远发展，而不是看我们天天吵架。这是非常罕见的跨党派呼吁。他甚至用建立信任来形容未来朝野的关系，表明工人党希望在竞争之余，也能和政府在关键议题上找到共识。陈振声的回应更是直接，他说真正的胜利不是赢了辩论，而是赢得人民的信任。改善生活，让下一代过得更好，这几句话听上去几乎像是把国会辩论的重心从谁更会辩论转向谁能更好解决问题。两人不约而同地强调目标一致，这让人感觉这或许不只是个人观点，而是一种政治风向的提前释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握手的苗头？背后其实有几层逻辑。第一是选民的期待，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希望看到建设性的辩论，而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特别是在疫情和全球经济波动之后，选民更看重谁能拿出解决方案，而不是谁赢了。口水战第二是现实挑战。新加坡接下来要面对经济转型、人口老龄化、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都是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单靠执政党或反对党一方解决不了。合作不仅能提高政策质量，也能增强政策的社会认同度。第三是工人党的战略调整。作为国会反对党领袖，毕丹星很清楚，工人党如果一直走激烈对抗的路线，容易丢掉中间选民。通过更理性、更负责任的监督，工人党可以塑造制度性反对党的形象，既能保留制衡功能，又显得成熟稳健。这些因素叠加，就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国会新气象，少一些火药味，多一些建设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未来5年我们可能看到一个新常态，朝野还是会竞争，但竞争的方式更像是谁的方案更好，而不是谁的嗓门更大。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议题是合作，例如在就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民生问题上，反对党提出建议，政府采纳其中合理部分，然后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这种合作对工人党有好处，可以积累政策影响力；对行动党也有好处，可以展现更开放、更包容的执政风格。对选民来说，这意味着国会不再是战场，而更像智囊团，大家一起想办法让国家更好。当然，这并不代表以后没有对抗。未来如果遇到争议性很大的课题，比如税制改革、外劳配额、住房政策，朝野依然可能针锋相对。但总体来看，这次施政方针辩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加坡政治或许正在从针锋相对走向理性竞争加建设合作并行的新阶段。你怎么看待这一届国会辩论的变化？你觉得朝野之间的这种握手是真诚合作，还是另有所图？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